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糯米，你还在包粽子是吗？现在这个季节呢，包粽子就很普通了。今天就用糯米，不包粽子，也不煮粥，也不煮饭，来分享一个比粽子更加好吃又简单的做法。首先，我们的糯米呢，一定要选用这种长粒的。长粒的糯米呢，吃起来口感才会更加香糯，而且个头也会比较好看。首先，糯米呢准备200克，先给它转移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来，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倒入1碗清水。我们先下手，像这样搓洗一下这个糯米，把糯米表皮的一层灰尘和杂质全部的给它搓洗掉。在我们搓洗的过程中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水已经变得很浑浊了。我们像这样用手多搓洗一会儿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浑水给它沥掉，一定要确保这个糯米是非常干净的状态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把糯米转移到另一个碗中，这个碗呢是必须要确保是干净的。提前烧一壶开水，我们把开水倒到糯米上，把这个糯米给它烫一下，这个水呢能刚好没过糯米就可以了。我们让这个糯米完全的浸泡在开水中，大概泡个5分钟左右就行了。用开水泡发出来的糯米呢，口感会更加好吃，而且还能节省更多的时间。准备几个小葱，直接切成小葱段，切好以后直接放入碗中。我们再来切2片姜片，把生姜切成厚厚的薄片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切成姜丝，切好以后直接收入碗中来。再往里面加入1个八角，1把的干红花椒。花椒的香味呢是非常独特的。然后倒入开水，这个水呢也不用太多，大概150克左右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趁热戴上一个一次性的手套，下手像这样给它抓捏一下，把这个葱姜里面的汁水给它攥出来，同时把花椒和八角的香味激发出来。全程抓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让其在开水中浸泡一会儿。然后我们准备3块钱的肥猪肉，这个肉呢一定要选择有肥有瘦的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香。我们先用刀给它们分割成小块。来看一下这个肉多漂亮。切好以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肉分割成小块，尽量给它们切得细小一些。切好以后，我们再用小刀把这个肉剁碎。我们在剁的过程中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像这样保留一些颗粒状，吃上去会更加的有层次感，更加的好吃。切好以后，直接放在一个干净的碗中来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胡萝卜，提前用清水冲洗干净了，然后打斜刀切断，然后切成厚厚的薄片。我们平时在做肉类的食物，一定要添加一些胡萝卜，因为当胡萝卜遇到动物的油脂以后，它就会释放出维生素 A。这个维生素 A 呢，对我们人体是有着非常多的好处。我们切薄片以后再切成长条，然后再切成胡萝卜小丁。切好以后收拢起来，和这个肉馅放在一块儿。然后我们再把葱姜水倒进来，这个葱姜和花椒就不要了。先来简单的调个味儿，加上5克食用盐，5克白糖提鲜，1大勺的白胡椒粉调味儿。这个白胡椒粉呢是不辣的，如果喜欢吃辣的可以换成黑胡椒粉，那样味道会更好吃一些。加上少许13香，加入1大勺生抽酱油，2克老抽，增加一下颜色，少来上一点点的蚝油。接下来我们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这个胡萝卜和肉馅充分的融合到一块儿，让这个葱姜水充分的被肉馅吸收进去。在调拌肉馅的时候一定要用葱姜水，这样调出肉馅不仅好吃，而且肉馅呢是不会偏硬或者偏干的，吃起来是非常鲜嫩的。我们想办法给它们搅拌均匀，充分的搅拌均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泡好的糯米，用开水浸泡糯米是特别节省时间的。我们用手像这样轻轻的一碾，就可以把糯米碾碎，像这样就说明泡好了。
这个时候我们把糯米捞出来就可以了，沥掉盘中的水分，放在这个肉馅里面。然后我们再次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糯米均匀的和肉馅中和在一块儿。最后搅拌均匀以后，在里面加入2勺的玉米淀粉，5克的料油增香，再次搅拌均匀。加入玉米淀粉可以使这个肉馅吃上去更加的鲜嫩软糯。淀粉呢可以有效的锁住里面的营养和汁水，所以糯米肉馅中加上一定的淀粉，可以让肉馅吃起来口感鲜嫩不柴。加入料油呢，可以使这个肉馅做出来更香。我们再次顺时针搅和均匀，把这个肉馅搅拌至上劲就可以了。我们也可以下手像这样对这个糯米肉馅进行摔打，让这个肉馅上劲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才会更加筋道。最后我们扣上一个保鲜袋，给它密封起来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5分钟。这个时间段呢，我们去准备一些的锡纸，把它们都裁剪成小块。我们在裁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锡纸的边缘，千万不要用手去触碰，它真的是比刀还有锋利。我这个手呢就被割破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些。我们准备一个裱花袋或者是保鲜袋都可以，舀起适量的肉馅塞进去，像这样压实就可以了。用这个保鲜袋呢还比较好操作一点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用剪刀在这里剪上一个小孔，然后把这个肉馅像这样挤压在锡纸上，尽量给它挤得粗细均匀一些，紧实一些。然后我们从底部向上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呢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用这个锡纸牢牢地包裹住这个锡纸的两头，像这样给它捏一捏，让内部的糯米和肉馅紧实起来。然后我们向反方向进行转动，给它收一下口，就像一个糖果一样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非常的紧实。然后用一个牙签在它的表皮上扎上一些小孔，这样可以让其和空气流通，防止破裂。我们依次把剩下的全部给它做完。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全部做完以后，我们准备起锅，把做好的糯米肠依次摆在蒸锅里。这次呢，我们直接选择上锅蒸制就可以了。如果用这种速蒸锅的话，只需要计时30分钟就可以。如果用传统的蒸锅呢，需要等水上气了以后再计时30分钟。我们等它蒸好以后，直接让它在锅中放凉就可以啦。放凉以后呢，它的形状也会更加的紧实。现在的状态呢是非常烫的，我们需要拿出来晾一小会儿。来看一下，上面还是有着很多油的，因为我们在锡纸上面扎了孔，它不但可以排除里面的空气，防止爆裂，还可以把里面的油脂给它蒸出来，这样我们吃上去就不会那么油腻了。放凉以后，我们剪开一个来看看，我们直接用剪刀把两头剪掉，然后像这样把这个锡纸给它捣开就可以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糯米香肠，看着就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呢？光闻着就好香啊，而且 Q 弹弹的，特别的筋道，像这样摆动它都不会被折断。这样做出来的糯米猪肉肠，光看着呢就太有食欲了，真的是做法比包粽子还要简单，比粽子还要好吃。我们像这样一次性多做一些，保留原来的锡纸，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存，想吃的时候呢上锅一蒸就可以了。吃上去糯米的香气非常的浓郁，肉馅呢也是非常的鲜嫩，特别的有筋道有嚼劲儿，老人和小孩可以多吃一些。里面还添加了胡萝卜，营养呢也是更加的丰富。它的吃法呢也是有很多种，我们可以像这样直接用手拿着吃，也可以切成小块，还可以上锅直接煎一下，
或者是拿一个签子穿起来烤一下都是可以的，非常的美味。关键是做法一点也不难，如果你也喜欢，那就赶快来试试吧。创作不易，你的每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。点我的头像还可以看到一些家常美食视频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